vivo X200 Ultra 实测系列影片进入了第3集，就如之前预告的，将会与同样有着超强拍照实力的小米15 Ultra 进行对决。为了这次对决，拍了好几百张的照片，其实真的还蛮累人的哦。如果大家喜欢我手机相关报道跟评测，也请大家多多帮我宣传分享，这样我才能更有动力继续制作相关影片哦。那这次还没对决之前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多多少少就知道结果了？其实我心中也有一些答案但现在呢既然已经实测了，所以一定要眼见为凭，所以就开始这次的双 Ultra 之战。大家好，我是 KissPlay。vivo X200 Ultra 跟小米15 Ultra 这2款手机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拍照最强大的2款旗舰机。当然不止拍照强，连镜头模组的厚度都很有分量哦。所以到底谁比较厚呢？大家可以先猜看啊。以机身来说啦 ，vivo X200 Ultra 的厚度是 8.69 mm， 那小米15 Ultra 是 9.35 mm， 小米15 Ultra 稍微厚了一点哦。那加上镜头模组的厚度，官方并没有释出资料，但我们直接用比对的哦。vivo X200 Ultra 机身加上镜头的厚度是比小米15 Ultra 多一点点啊。不过2款手机在配重上，我觉得做得蛮好的，所以手感上都不会头重脚轻。当然，我们这集是要来比拍照，所以会先从镜头规格开始看起哦，接着就会开始进入实拍比较。那我们就开始吧。vivo X200 Ultra 跟小米15 Ultra 2款手机的镜头配置非常的不同，除了3镜头跟4镜头的差别以外，焦距也几乎不相同。超广角镜头部分 ，X200 Ultra 采用难得一见的 LYT818 1.3寸感光元件，也就是主镜头所用的感光元件。那小米15 Ultra 呢，则是用上近期比较流行的 2.76寸 Zen5 感光元件，焦距部分是14 mm。主镜头部分呢，X200 Ultra 采用与超广角相同的 LYT818 感光元件，焦距是35 mm。那15 Ultra 呢，则是用上智慧型手机上最强大的1寸 LYT900 感光元件，焦距是23 mm。那中焦段部分 ，X200 Ultra 并没有配置镜头，以主镜头放大来衔接，而15 Ultra 呢，则是用上2.5 1/1寸的 IMX858 来衔接，焦距是70 mm。长焦镜头部分，2款手机都是用上了2亿像素的1.4寸 HP9 感光元件。X200 Ultra 的光圈是 f2.27比15 Ultra 的 f2.6要大一些，但15 Ultra 的焦距是100 mm， 比 X200 Ultra 要更长一些哦。这么复杂的焦段配置，其实要评比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次会有许多光学对上数位的焦距让大家比较一下成像差异。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实测。vivo X200 Ultra 跟小米15 Ultra 在广角焦段的部分会以14 mm、23 mm 还有35 mm 进行比较。在14 mm 日拍部分，2款手机在还没放大细节前都有非常明亮的色彩表现，虽然风格略有不同，但都非常讨喜，我都还蛮喜欢的。不过其实已经可以些微感受到 X200 Ultra 的照片更扎实一点，放大后可以明显看到 X200 Ultra 在细节上表现得更丰富。夜拍部分就可以更明显分辨出细节的差异。X200 Ultra 超广角采用 LYT818 主镜头级别的感光元件，表现果然非常的优异。目前在超广角拍摄部分，应该也是没有对手的。接着我们看一下23 mm 的焦距，日拍夜拍在还没放大之前，差距其实非常的小，不过在放大之后就可以明显看出差异。小米15 Ultra 的细节丰富许多，原因除了光学跟数位焦段的差异以外，小米15 Ultra 的1寸感光元件实在是太强大了不过1寸感光元件放大 1.5 倍到35 mm 之后，可以跟上 X200 Ultra 的35 mm 光学焦距吗？日拍部分还真的可以多组照片无论放大前后都很难看出差别。其实没有想到 LYT900 感光元件这么强大，用数位放大还能跟光学焦段打得难分难解。那夜拍部分似乎就有些不一样，放大前就可以看出X200 Ultra 的细节是更好的，线条是更利落，当然放大之后更明显。在感光元件面积只有差 1.7 倍下，光学焦段其实还是更占优势的。
那在广角焦段中，小米15 Ultra 就差在14mm 焦段明显比较弱以外，其他都非常的强。而 X200 Ultra 呢，使用 LYT818，虽然每个焦段表现都不差，但说真的，在原本的23mm 焦段，一定还是比不过使用光学焦段的旗舰机种。vivo X200 Ultra 跟小米15 Ultra 在中焦段的部分会用50跟70mm 进行屏蔽。那50mm 对于两款手机来讲都是主镜头的数位放大焦段 ，X200 Ultra 大约放大1.4倍，那15 Ultra 呢大概是放大2.2倍。日拍部分可以说几乎没有差异啊，但夜拍之后差距就非常的大。两者都可以看出演算法修补的痕迹，但 X200 Ultra 在细节跟锐利度上面都比15 Ultra 要来得好。70mm 焦距部分就是小米15 Ultra 光学的焦距，而对于 X200 Ultra 来说就是主镜头的2倍放大，但两者感光元件面积差了4.5倍哦。直觉上两者表现应该不会差太多才是。日拍部分，两款手机差距果然非常的小，放大前后都很难比较谁的细节比较好。果然大感光元件还是有机会弥补数位放大的不足。夜拍部分，两款手机都有各自细节表现比较好的场景，有点直接难判定谁比较好。这个焦段呢，其实不太意外。小米15 Ultra 在3倍光学镜头所使用的感光元件真的有点太小，而 X200 Ultra 在这个焦距又仅仅只是2倍的变焦，所以看起来 vivo 这次采用35mm 的焦距选择，策略上应该算是成功的。vivo X200 Ultra 跟小米15 Ultra 在长焦段的部分比较的项目会比较多，会以85、100、230、460还有690mm 进行评比。另外超过1000mm 虽然不太实用，但也稍微比较一下表现哦。那85mm 是 X200 Ultra 的光学焦距，而小米15 Ultra 则是用3倍光学来数位放大1.2倍，这基本上就是 X200 Ultra 最拿手的焦距哦。无论是日拍、夜拍，不用放大细节，其实就可以看出 X200 Ultra 更为优异。那100mm 呢，则是小米15 Ultra 的光学焦距，也是它最拿手的一个部分哦。X200 Ultra 则是数位放大。那日拍跟夜拍在不放大之前，其实看不出什么差别哦。不过在放大之后呢，其实也很难辨别哦。直到放到非常非常大之后，才能看出，小米15 Ultra 真的有比较好的细节表现哦。接着进入数位放大焦段，在230到700mm 焦段间，日拍部分两者细节表现其实差异不太大，但 X200 Ultra 在线条上有多一些锐化，感官上 X200 Ultra 的表现好像稍微好一些。夜拍部分也是类似的状况，不过 X200 Ultra 在多数的场景下，细节表现是更为优异的，尤其是主角是发光的建筑师差距就很大了，就变得很大。猜测除了 X200 Ultra 的光圈比较大，可以捕捉比较多细节以外，2颗影像处理晶片也让光线的计算跟控制变得更好，因此整体表现上细节更丰富，线条呢也更为利落。超过1000mm 的超级数位长焦部分，两款手机都加了非常多的 AI 计算。日拍部分 ，X200 Ultra 有着更好的细节呈现，这当然应该都是 AI 算出来的。那夜拍的部分也是相同的状况 ，X200 Ultra 表现呢都是更加优异的。在长焦部分呢，虽然小米15 Ultra 的焦距更长，但到了数位放大阶段，就是考验演算法能力了。X200 Ultra 凭借着2颗影像晶片的优势加上光圈比较大一些，所以表现差异就这样显现出来了。vivo X200 Ultra 跟小米15 Ultra 都有着长焦微距功能。X200 Ultra 使用的是85mm HP9 这颗镜头，最近的对焦距离是15公分，数位放大可以到达460mm。小米15 Ultra 呢，则是70mm 镜头作为长焦微距，最近的对焦距离是10公分，那数位放大可以达到140mm。那这部分呢，看照片就知道 ，X200 Ultra 占了非常大的优势，无论是放大倍率或是拍摄细节都好非常多。只能说HP9 感光元件真的很强大，所以小米15 Ultra 真的不考虑一下，下次呢用 HP9 这颗长焦镜头来做长焦微距吗？人像拍摄部分，虽然两款手机都有着多组的内建焦距，不过这边就以长焦为主。
X200 Ultra 用上的是85跟135 mm， 小米15 Ultra 呢则是70跟100 mm。这个部分两款手机拍摄的照片，其实我都还蛮喜欢的，那所以这边就让大家自行比较。好啦，看了这么多的实拍对比，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吧？小米15 Ultra 在 X200 Ultra 出现之前，基本上应该算是没有对手，至少我测的手机中是没有对手的。无论在焦段的延续性呢，还有长焦的表现，都非常的优异。但 X200 Ultra 这次的镜头配置完全弥补了 X200 Pro 的缺憾，成功补上中焦段的不足，而且长焦部分还依靠双影像晶片，在数位变焦还有着非常好的表现。当然不用说广角镜头啦，超广角镜头使用主镜头的感光元件，这个当然是表现非常优异。另外在夜拍部分也是如此，在我目前测试过的手机中啊 ，X200 Ultra 就是最强的一款。总之，这场双 Ultra 之战真的非常精彩，也弄得我非常的累哦，拍了超多张照片才整理出这一集。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实测对你有帮助，拜托帮我按个赞，分享一下，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会选哪一台，我会一一回复的。对了，我目前还没有买到真距镜，到底会不会买到呢？所以我不晓得到底哪时候才可以入手专业相机套件跟真距镜啊，所以我不太知道哪时候才可以拍这一集哦，所以就祈祷我早日买到啦。以上就是 vivo X200 Ultra 跟小米15 Ultra 的拍照对决，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期见喽，拜拜。